可知道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，这句词背后藏着怎样一段爱却得不到的虐恋故事吗？他是满清第一才子，是康熙的一等御前侍卫，然而却在31岁突然离奇而亡。他是京城的权贵公子，却一心向往诗酒的江湖。他是驰骋沙场的飞将，家世显赫，文辞一绝，却走不出情缘二字。他就是人间惆怅客纳兰性德。纳兰性德这个人，就像从古典画卷里走出来的一样，温润如玉，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少女。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首被情丝缠绕的悲歌。他自己都说过，自是天上痴情种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这话一点不假，情贯穿了他大半辈子。可以说情成就了他，但也把他困得死死的，顺治11年。纳兰性德出生在一个富贵非凡的家庭，按照现在的择偶标准来看，他简直就是完美男神。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是康熙时期朝堂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母亲是满清皇族，还是康熙的堂姑。他所在的纳兰氏家族隶属正黄旗，是清初满族最厉害的8大姓之一，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叶赫那拉氏。纳兰性德可不是个花瓶，他饱读诗书，是个风度翩翩的才子，还能文能武，是个奇才。18岁就考中了举人，21岁又中了进士，后来还成了康熙的一等御前侍卫。这人生顺得让人羡慕，可老天好像嫉妒了，给他安排了一条坎坷的感情路。14岁那年，他在家里偶然遇到了前来投奔的表妹，两个人一个才情出众，一个温婉聪慧，天天在一起，慢慢的就相爱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表妹到了参加选秀的年纪。清朝有个规矩，八旗人家的女孩子13到16岁必须参加选秀，被选中的要么当妃嫔，要么当皇室子孙的福晋，要是不参加，那这一辈子都不能嫁人。结果呢，表妹被选进了皇宫，这下惨了，侯门一入深似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。纳兰性德和表妹就被宫墙隔开了，这辈子都没法再见面。纳兰性德当时心都碎了，写了一首词：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，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水春。这不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？爱到刻骨铭心，却没法说出口。后来纳兰性德被相思折磨得不行，就下定决心，哪怕付出什么代价，也要再见表妹一面。他想了个办法，买通了进宫诵经的和尚，借了件袈裟，扮成僧人进宫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要是被发现了，全家都得完蛋，但他还是豁出去了。在皇宫里，他们终于在人群中对上了眼神。那一刻，时间都好像停了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纳兰性德眼里全是深情，表妹眼里满是惊讶和思念。他想说话，可宫廷的规矩太严，他根本不敢开口。最后他忍着泪水转身就走了。可走到转角的时候，他实在舍不得，就停下来，从鬓边取下一支簪子，轻轻敲在回廊的栏杆上，那声音清脆得像心碎的一样。这就是他留给纳兰性德的最后念想。这一敲也敲碎了他们的所有期待。多年以后，纳兰性德写了一首词：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，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他在词里痛骂自己的无能，觉得自己辜负了表妹的深情。这段故事和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的感情经历有点像。后来乾隆皇帝读完《红楼梦》，还感慨说，这大概写的就是明珠家的事吧。后来纳兰性德在政治联姻的安排下，娶了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。一开始他觉得这是一场无奈的婚姻，想着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平淡地过下去了。没想到卢氏特别温柔可爱，又聪慧贤淑，慢慢地把纳兰性德心里的冰给化了。他们成了恩爱夫妻，更是灵魂伴侣。可是幸福总是短暂的。3年后，卢氏难产去世，这对纳兰性德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。他一下子垮了，整天沉浸在悲痛里，甚至1年后才把卢氏下葬。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爱妻就这么走了。他无数次问自己，老天爷为啥这么残忍？也许命运最大的玩笑不是得不到，而是得到后又失去，从未拥有只是遗憾。
得而复失，才真正让人痛彻心扉。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日子，黄叶飘落，纳兰性德痴痴地看着远方的夕阳，想起了和爱妻一起读书品茶的日子。那些平凡的日子如今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。于是他写下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书窗，沉思往事立残阳，被酒墨金春睡重，读书消得泼茶香。当时只道是寻常，从那以后纳兰性德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一点点小病都能让他很久好不了。其实他的病根不在身体，而是心里对亡妻的思念。他总是想起卢氏的点点滴滴，深夜送点心热茶，下雨天为他撑伞，写诗作画时在一旁添香。以前觉得这些事太平常了，以为日子还很长，未来还有更多浪漫。可当回忆成为永恒，他才明白，平凡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。公元1685年，纳兰性德31岁的时候，一次晚宴后不小心感染风寒，身体再也扛不住了。临终前，他心里想的都是终于能和爱妻团聚了，命运好像也在帮他续写这段奇缘。他离世的那天，正好是卢氏的忌日。纳兰性德这一生仿佛就是为了情而活，又为情所困。他曾经说过，我是人间惆怅客，断肠声里忆平生。他的故事也成了后人心中一段永恒的传奇，一直被传颂到现在。